流浪气球事件尘埃落定，美国承认纯属误入，共和党自酿苦酒自己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人前段时间高调炒作的中国气球事件，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转折。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2月14日，援引了多位匿名的美方官员的话，指出，在大西洋上空被击落的中国气球可能是意外飞入美国空域。他们说，中国气球是起飞之后一直飞到美国空域这段时间里边，美国空军情报部门监视了1周时间，而且通过计算机模拟表明，在气流影响下，这个气球是向东经过了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空域，到达了日本以南约1000英里的时候，遭遇了潜在的没有预知的一个强冷风，导致气球加速转向北方，这才进了西风带。根据历史气象数据，正常情况下，这个气球会随着大气运动继续向东漂移，而不是向北。美方承认，气球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紧张，可能是至少部分是错误造成的。媒体没有说是美国哪个部门的官员说的，做这种全球大气分析模拟的应该是气象部门。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论有了足够的学术权威性，证明了中国政府所说的气球是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这一点，我们说的一点都没毛病。另外呢，美国情报部门也承认，打捞上来的呢只有水面漂浮部分，电子设备还在水下，没有充分的依据说明中国这个气球到底有什么功能，是不是能对美国进行监控。所以现在真的把球踢到美国共和党那一边了。第一，证明了飞行路线不是预设的，甚至都不可能完全的预测。第二，也没法说明我们的气球有侦察设备。结果到现在，美国一共打了4个气球了，其中3个还是美国自己的。中国网友还没有开始玩新时代孔明灯呢，美国已经浪费了5枚导弹，扔出去200多万美元。那么现在就看美国共和党这个话题怎么接。估计民主党五角大楼会在下一轮的较量里边用这件事儿大量的指责共和党夸大威胁、浪费军费。其实中国外交部一开始是打算好好说话的，大大方方承认了气球是中国的，说对此事呢表示遗憾，没想吵架。五角大楼本来也不想多事儿，气球飞过去就飞过去了，完全是因为美国共和党这几年反华比民主党更积极，所以一定要借机跟中国闹一把。那好，既然共和党如此，中国政府马上就变了脸色，一定要给共和党一个教训。我感觉这事儿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充分依托了情报信息的支持，跟当年银河号事件有点类似。当年美国人说银河号运输联合国禁运的化学物品，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们自己当然心知肚明，船上根本就没有这些玩意儿。既然美国要找茬儿，那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跟美国情报部门玩到底。所以当年我们对付美国人的手法就是故意玩神秘，一开始就是不说清楚，不让美军登船检查，让美国人一直以为真的抓到一条大鱼。美国人在海上还要求银河号返航，说是你只要返航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但是我们要坚持航行，因为返航回家当然是安全，但是那我们在国际上就说不清了。而且我们当时也判断美国不敢对银河号怎么样，不敢动粗。事后证明判断也是对的，美国舰艇一直保持着伴随跟踪。最后是船到了中东，赶上当地天气最热的时候，国际舆论也全都被吸引过来了。我们告诉全世界，美国是欺人太甚，我们是在无奈之下被迫允许美军上船检查，让美国大兵穿着防化服在大热天里边往一个一个集装箱里边钻。至于说热出什么毛病，就是美国人自己活该。因为船上本来就没有违禁品，当然什么都查不出来，反而呢是在国际的舆论的曝光之下，让美国情报部门丢了好大一个脸，然后美军还要找美国情报部门去说道，让美国大兵受这么多罪，这个账应该算给谁？所以呢，这次气球事件也是美国共和党想给民主党挖坑，结果把自己埋了。现在在美国发生的各种事件里边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消息就是美国社会中各种党争、各种内斗、各种撕裂，以及各种用政治正确冲击理性思想的疯狂行为。我们呢就要利用情报、利用信息、利用科学，学会渗透到对方的社会舆论中，在对方的内部去煽风点火，要让美国的民众更加反制，去拆美国政府的台，这才是有效的舆论攻击。而且要注意，不能把美国人的症状引到中国国内来。